李哥和他的同伴也同样有这样的想法，也想让他们先走，他们还要进瀑布里看看。就这样都想让对方先走，结果谁都不走。顾老六看他们频繁看过来的眼神，就猜到这俩人应该是在等着他们先离开。他收拾了一下为数不多的东西，背上背篓，牵上骡子，在李哥他们殷切的目光中慢悠悠地离开。等走远了些，长安拿出地图。爹，我们换座山，离这儿最近的就不去了，说不定还会在那里碰见他们。我们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去哪里。这山看上去都在不远的距离，但是这些旗帜的位置看得他头晕。这才发现这些宝藏的位置是有规律的，离这里最近的那处看似只有2座山的距离，其实是有3座山。只要找到第2处藏宝位置，其他的就非常好找了。一共10处位置，现在他们薅掉1个，还有9个。最难找的是第2处，那小旗帜不着地，没有具体的位置。其他9个地方的旗帜都是落到10处的，唯有第2个地方与众不同。看来那里的宝藏也是与众不同的，他们的导航狼呢？怎么还不上线？搬上午过去了，银狼才懒懒散散地找过来，看到他们好像还有点生气。长安和顾老六满脸问号，银狼前爪爪狠狠地刨了2下地，大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意思，然后扭头就走。哦，他们走错方向了。早说嘛，发这么大火干什么？这又不是第一次了。跟着银狼换了个方向，边走边薅药材，反正有用的都往空间里薅。他们走后，李哥和同伴又进了瀑布后面的山洞。这次他们不怕会惊扰到别人了，实在找不到机关，他们就能用内力轰炸。该说他们聪明还是笨呢？就不怕石头掉落把山洞给堵了吗？还好他们的内力还没有强到可以击碎石壁的程度，顶多是掉点渣渣和灰尘。李哥，要不先去下一个地方，看看别的地方机关是怎么开的，然后再回来。只能这样了。他们的地图只有9个地方，少了的正好是长安他们正在前往的第2个藏地。我们去这个地方，这处是最好找的。村子里有个袁氏祠堂，宝藏就在祠堂里。这里住的是袁氏的族人？不是，是袁氏的家奴，他们隐居此处，守着宝藏，等袁氏的后人来取。那他们还挺忠诚的。袁氏还有后人吗？不是说遭天罚全族被灭？灭的是直系和旁系，远亲血脉还一直在延续，只是不知道在哪里而已，可能已经隐姓埋名也不一定。长安和顾老六跟着银狼走了5、6天，才到达第2个藏宝地。看上去挺近的，没想到能跑断腿。到了地方还不行，还要找宝藏在哪里。小银，你去找小动物问问，看有没有小动物知道。还用问吗？不是在山洞里，就是在墓穴里。那你和银狼一起去找。长安还是更相信银狼，靠他爹的脑回路，他应该是与宝藏无缘了。看人家画的小旗帜就知道了，这个宝藏肯定是不能用寻常思路去找。银狼横了父女俩一眼，一跃而起，快速消失在他们面前。顾老六没吱声，乖乖蹲在大树旁，捧着野柿子吃。给，我尝过了，很甜。长安接过，若有所思地看着他，这货到底是个什么物种？不是吃，就是在吃的路上。闺女儿，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顾老六不动声色地挪了下位置，他闺女总是用这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，看得他怪心虚的。爹，你在心虚什么啊？长安突然蹲在他面前，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。顾老六兜着的柿子吓得掉了2个，他连忙捡起来，还好是要剥了外皮吃的，不怕沾上灰。长安觉得这跟他掉3秒捡起来吃有什么区别呀？算了，管他是个什么玩意儿，还能扔了不成？他们并没有在原地等着银狼去找，吃饱喝足也开始行动起来。小旗帜的位置是在半山腰，但是没落实到地面，那么这座山会不会有悬崖呢？
顾老六随手把骡子放在山脚下，然后说了一句：我们回来时你要是不在这里，我们就不要你了。骡子乖乖趴在原地不敢动，学着狗子晃了下尾巴。这骡子狗里狗气的。顾老六没有让长安把背篓收起来，怕还会在山里遇见人。他背在背上做掩饰，背篓里还有半筐乱七八糟的药材。这座山比较陡峭，爬起来有些费劲，还好他们有武功，换成个普通人来，他能爬到缺氧。爬着爬着就感觉不对了。爹，你怎么爬到山顶了？这么快的吗？顾老六望着对面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们爬错山了？长安也跟着望过去，所以他们累死累活爬了个寂寞。爹，以你的轻功能飞过去吗？他们现在所处的这座山与对面那座山隔着一个峡谷，还挺宽的，有10多米的样子。闺女儿，你拿地图出来看一下。长安把地图拿给老六爹，然后手贱的捡起一颗拳头大的石头往峡谷里扔。狼的痛嚎声从峡谷下若隐若现的传上来，还带着回声的那种。闺女儿，好像是银狼在下面。顾老六收起地图，看到自己的食指黢黑，他干嘛了？想了想，好像是摸了脸和下巴。掉色了这是？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，不知道银狼有没有被闺女砸死。这倒霉狼怎么就这么巧呢？长安眨巴了2下大眼睛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人家在帮他们干活，他背后给人家一石头，这坚决不能承认，太伤感情了。顾老六拎起长安就往峡谷下飞，下面杂草丛生，碎石成堆。他们刚站稳，银狼就从一堆石头后面跑出来，嗷呜嗷呜告状，好不委屈。这个峡谷峭壁上都是石头，应该是哪颗不稳的针掉落下来打到了你。银狼抬头看了一圈，怎么就有点不可信呢？我们刚走上山就听到了声音，这不就立刻下来了吗？你没事吧？长安没在他身上看到流血之类的外伤，倒是狼头上有个大包，不知道有没有砸傻。银狼甩甩头，像是回应长安说没什么大问题。两人一狼会合一起寻宝，头绪不知从何找起。峡谷下面一眼就能望到头，也能看清地形，峭壁更是没啥山洞之类的。这下有些麻爪了。长安第一反应是找大爷，但是他现在与大爷是失联的状态。爹，你看什么呢？闺女儿，你看这堆碎石堆它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啦？你别说这不是石头，是几堆粑粑啊。闺女儿，你别这么埋汰行吗？这些碎石堆是有规律堆放的，不懂的人看到只会以为是没什么用的碎石堆，谁能想到另有玄机呢？爹，你能直说吗？那些前缀其实是可以不用说了的。我这不是显摆一下我聪明吗？七星连珠，闺女儿看出来了没有？长安瞅了眼，还是乱石堆。哎，闺女儿，以后没爹你可怎么活呀？呼吸啊，就这样活呀。顾老六走到石堆的最后面，长安跟了过去，然后就见他老六爹扒拉开草丛，问长安要了把锄头。闺女儿，看好了，爹这就带你找到宝藏。他挥着锄头吭哧吭哧的挖坑，长安和银狼蹲在一旁看着。2刻钟后，一个方形大坑就出现在眼前，坑底下是一颗大石球。顾老六把锄头扔出坑，双手放到石球上面，用力往下一按，石球就咔嚓咔嚓的往上升。他回到地面上，得意洋洋地看着长安。不对，你怎么知道这里埋有一个石球的？七星连珠却只有6个，另一个不在地面上，不就在地底下吗？这还用想？听上去有点道理。长安觉得老六爹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，一挖一个准。顾老六只觉得还好他闺女好忽悠啊。
他也不能说他觉醒了部分记忆啊，找个宝藏不是很容易的事儿。对，没错，他不是以前的顾老六了，他是什么来着？这记忆怎么还断片了呢？断片就断片吧，不妨碍他上啃老下啃小的。不过那个老是谁来着？好像没有提示啊，要不就先啃小。石球升至与6个碎石堆同样高度时，碎石堆开始晃动，原本冒尖的石堆四散开来，轰隆隆的声音伴随着地动山摇，地面向两边裂开，峡谷一分为二。激烈的摇晃让长安站不稳，要不是老六爹拉住他，他就要一头栽进裂缝里去了。银狼死死地趴在地面上，四爪紧紧扣住地面，直到露出一条蜿蜒而下的阶梯，地面才停止晃动。裂缝很深，底下乌漆嘛黑的，啥也看不见。长安拿出长电筒，顾老六接过打开，银狼自觉地走在最前面。阶梯可供两人并排行走，这次顾老六没让长爪紧紧扣住地面，直到露出一条蜿蜒而下的阶梯，地面才停止晃动。裂缝很深，底下乌漆嘛黑的，啥也看不见。长安拿出长电筒，顾老六接过打开，银狼自觉地走在最前面。阶梯可供两人并排行走，这次顾老六没让长安走后面，让他与他并排走在靠石壁的那边，他走在外沿。爹，要不我还是走后面吧，这样走要是不小心脚打滑，我怕你掉下去。我对这个世界还不太熟悉，这请吃席不知道该上几个菜。开席也没人情，在这个地方你还能把我背回去不成？长安想，他怎么就忘记了没亲朋好友这事儿呢？他突然眼睛一亮，你死了，我就可以把你装空间里，直接埋空间的地里就行了。这下换顾老六无语了，这语气听上去怎么好像还挺开心的呢？长安脑抽数了一下，一共有300个台阶，这他喵的是想连接地狱吗？不愧是最难找的一处宝藏，这里竟然隐藏着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，九曲回廊，雕梁画栋，这灯火通明的样子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爹，要不我们不回去啦？这房子建着这么漂亮，放着没人住也太可惜了吧。不要，这地下连白天黑夜都分不清楚。我们是来找宝藏的，不是来看房子的。闺女儿，敬业一点儿。顾老六拎起长安抖了抖，想把他脑子摇清醒一点。爹，你再不住手，就别怪我让你早点住进我空间里了。顾老六立即放下长安，就开始找宝藏。这里房间这么多，还有院落，找起来难度加大呀。小银，全靠你了。爹，你和银狼先去找吧，找到再来告诉我。小银，你是我们家的希望。银狼再次骂骂咧咧地去干活。爹，你说这些话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他们是怎么在不见天日的地方存活的？有灵力，花园里有阵法。花茎下埋着白骨，是用鲜血浇灌出来的。长安打了个哈欠，上上下下的爬台阶实在是太消耗体力了，他靠在旁边的栏杆上合眼沉睡。顾老六抱起他走进宫殿，把他放到贵妃榻上，脱下外袍给长安盖上。离开前，他食指轻点长安眉心。长安梦到了他被一个看不清容貌的老头追着跑，为什么要跑？不知道。梦里的他还没个冬瓜高呢，短手短脚的，根本就跑不过老头。我去，要被抓住了！谁这么缺德，让他在梦境里缩水还要被追赶？顾老六见闺女在梦里拳打脚踢的。这不是，我是让你做美梦，没让你去打架呀。这觉睡的，等会儿醒来肯定累。他帮长安盖好衣服，然后大步走了出去。只见他围着花园来回走了2圈，从地上捡起一把小石子儿，往不同的方向扔出去。扔第3颗的时候突然顿住，刚才扔的哪里？
南？不对，北？这谁设的阵法？分什么东南西北？前后左右不行吗？哎呀，管他呢，4个角落都扔就对了，顺序对不对，全看被困在阵法中的那些灵魂的造化了。扔完石子儿，阵法发生了变化，明亮的花园突然陷入黑暗，阵阵哀嚎声从阵法里传出。顾老六划破自己的食指，在虚空中画出一道散发着金光的符咒，抬手一挥，符咒没入阵法，花园恢复明亮，哀嚎声消失。接着就是一道道透明的，像是快要消散的身影从花园里飘出。顾老六双手结印，大喝一声，开！在那些灵魂的上方出现个像深渊一样的通道，然后便见他暴力地把那些灵魂全部赶进了通道里，急急地关上了那道沉重的大门。黑色大门在关上的那一刻瞬间消失，花园的花在那灵魂离开后迅速枯萎。顾老六顿住要离开的脚步，再次划破自己的食指，在虚空中画了道符，打入花园中。原本枯萎的花又再一次变得鲜活起来，刚才的事儿像是从未发生过一样。长安是被吓醒的，他梦见追赶他的老头变成了一头大怪兽，嗷呜一口就把他给吃掉了，享年12岁足。顾老六走进店内，就看到他闺女惊魂未定的样子，还有些懵懵的。就在这时，银狼也回来了。他跑进店时，兴奋地扯着顾老六的衣摆：“闺女儿，闺女儿，醒醒！银狼找到宝藏了。”宝藏是放在一座7层高塔里，第1层空无一物，第2层放着金银珠宝。看到这些东西，长安就有精神了。这一盒是人鱼类，有药用价值，和你手这个蓝色珠子一起另外收好。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些东西？以前这个世界也是可以修仙的，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断了灵气，这里就成了一个普通的世界。人类淡忘了修仙的记忆，灵根和资质消失无踪。100年前的袁氏一族应该是修仙世家，这些东西应该是家族一代代传下来的。至于为何他们能传承到100年才戛然而止，那就只有老天知道了。就这2样东西是特别的，其他的都是普通的金银珠宝。他东西全收进了空间的仓库里，剩下的一半空位又被占据了一半。他们来到第3层，整整1层收藏的全是剑。长安把他们收进了空间的车库里。爹，你有喜欢的吗？没有。没在第3层停留，继续去了第4层，这里就只有一个鼎炉放在房子中间。闺女儿，这个给爹，用来煮火锅挺不错的。长安看着鼎，又看了看顾老六，这难道就是吃货的世界他不懂？煮这么一大锅是要请全村人吃吗？不过既然是老六爹想要的，那就给他吧。我先装进空间里，回去再给你吧。顾老六迈出去的腿悄悄收回，笑眯眯的点头。闺女儿，那你快收起来吧。哎呦，差点又露馅了。要不找个时间跟闺女儿坦白？可是记忆不完整哎。算了，还是再等等，看看记忆能不能完全恢复再说吧。长安抬手一挥，鼎消失在原地。然后他们就发现上5楼没有楼梯。就在他想着该怎么上去时，顾老六在墙壁的一个凹槽处踢了一脚，然后就看到墙壁像叠的牌一样倒下，变成了楼梯。第5层整层储藏着的是药材，长安想到的竟然是这么多药材当饭吃都能吃好几年了。第6层的东西不多，只有2个药柜子，打开一看，全是些瓶瓶罐罐，里面装着不同用途的丹药。长安一起收到放药材的那个房间里放着。闺女儿，那种褐蓝色的丹药是甜的，你可以当甜豆吃。然后就看到他手里抓着个小瓷瓶，嘴里还在嚼吧嚼吧。爹，你就不能消停点啊？这都放了100多年了，你就不怕吃了闹肚子啊？哎呀，闺女儿放心，丹药不会过期，我刚试过了，很好吃，有果香味儿。长安刚要说话，嘴里就被塞了颗丹药，还真挺好吃的，有点像水果糖的味道。长安吃完瞬间闭嘴，
因为是真好吃。他后来又拿了一瓶出来，一瓶有10粒，父女俩一人一半分了吃。药效什么的他们没感觉出来，可能真过期了。第7层对长安来说也是一堆废物，但是对袁氏的人来说应该就是意义非凡的东西。闺女儿，我们该走了，不要打扰人家。你好意思说这句话？东西都给人家耗光了。顾老六拎着长安直接从窗口飞下去，然后父女俩就在各个宫殿和院落薅了一遍，但凡有点有用的全部都收进空间带走。银狼先他们一步出来，他正趴在峡谷的洞口等他们。见薅的差不多了，顾老六在塔前留下一行字：我比你先来，惊讶吗？惊喜吗？没喽。父女两人这才离开地宫。他们回到地面上，顾老六重新恢复机关，把下地宫的路封住，同样手贱的改动了机关。那颗石球就这样大拉拉的放在外面。你明知这个有可能是机关，但你就是打不开，你说气不气吧？爹，其他几处的宝藏应该都是少量的，大头都被我们搬走了，最值钱的应该就是这里的，因为只有这个地方最特别。这里的东西有银钱都买不到，是无价之宝，哪是那些凡物能比的？人鱼类有延年益寿的功效，世间一颗难求。现在你有一盒子，少说也100颗，你可要收好了啊！除了自己，谁也不能告诉，更不能给别人使用，不管那个人是谁都不可以。知道了，爹。那你快嘎的时候要不要给你用啊？条件允许的话，还是用1颗吧。有你真是我的福气呀。爹，条件允许的话，你还是坦白一下，我有没有换个爹吧？哪儿能呢？换什么也不能换爹呀，你说是不？如果没换的话，我不好跟你找个理由来解释你是突如其来的博古通今技能啊。顾老六挠挠头，他不想让他知道他已经觉醒了部分记忆，他就是想啃小，这有什么错？没毛病啊。要是闺女知道他觉醒了记忆，依旧还是个路痴，那他作为爹的尊严何在？闺女要是不愿意养他了，这就更不好办了。上次不是在海里泡了一下吗？呀，不知道怎么的呀，脑子里突然就出现了这些东西。我真是你爹，没换。真的啊。长安沉思了一会儿，决定等大爷回来问问他怎么回事。至于现在嘛，既然这爹还是那个老六爹，那就这样吧，懂得多点总比啥也不懂的强。父女俩总要有一个厉害的，要是2个都废，那还怎么混呢？刚好他可以啃老，没毛病。要不怎么说是父女俩呢？一个想啃老，一个想啃小。不，老六更绝，他是想老小一起啃。出来后竟然没有看到他们的骡子，他那么大个骡子呢？小爷，快去找找骡子去哪儿了？银狼有些不耐烦地低嚎2声，不过还是出去找骡子了。他们在原地等了2刻钟，才看到骡子和银狼回来。骡子看上去有些垂头丧气的，而银狼就有点趾高气昂的感觉。长安当作没看见，这是动物之间的事儿，人类少管。再翻过一座山就是第3处宝藏。你确定是翻过一座山？爹，你看到哪里？那边啊。我们看的都不是一个地方，你别瞎指。长安看了眼老六爹指的地方，比翻山还远，还是先去近的地方吧。去隔壁山头，这么近的路应该是不用银狼带路的。父女俩闷头就往山上走。银狼看看他们，又看看另一边。咱就说绕过去不行吗？这山是非爬不可吗？要爬就爬吧，他们说了算，反正他是没关系的。就是可怜骡子了。天就黑了，他们清理了一处比较平坦的地方，把周围易燃的东西都收拾开，然后又挖了坑，才在坑里生火堆。晚饭是长安在空间里煮好拿出来的，为了省事儿，他又做了一锅大乱炖。长安用一个大盆给老六爹装了一盆，顾老六接过这一盆，总感觉哪里不对，可是又说不上来。
他连忙转身背对着老六爹，笑得一抽一抽的。闺女儿，你怎么了？冷吗？没有啊，刚才是烫嘴了。然而他转过身看到老六爹吃饭，实在是没忍住，一不小心笑喷饭了。这笑声多少有点诡，把骡子和银狼的耳朵都吓得竖了起来。顾老六一脸蒙圈的看着突然颠了的闺女，他这脑子又拐到哪个维度去了？没管他，等他笑够了，自然就不笑了。小孩子的世界他不懂，但他尊重。长安是边笑边抖的把晚饭吃完，直到洗完碗才恢复正常。他揉了下自己的脸，决定以后就用那个盆当老六爹的饭碗，可欢乐了。在山上露宿了一晚，第二天天光微亮时，他们开始赶路。银狼自觉地走在前面，他实在是对这俩货不抱希望了。走到山顶要下山时，长安又掏出地图，两人一狼三颗头凑一起，只有一只狼知道接下来该往哪里找。两双眼睛晶亮地看着他，老狼，你是我们的希望。银狼抬爪差点把地图拍烂，还好长安收得快。这处宝藏不在山底，而是在半山腰上。这深山老林里突然出现一座坟，谁死了还扛这里来埋，不嫌累得慌吗？正好地图上的小旗帜就落实在半山腰，不就是明晃晃地告诉你这坟有问题吗？这次没啥机关，是真的要刨人家的坟。父女俩一人一个锄头，撅着屁屁使劲挖，埋得还挺深，都挖2米了还不见东西。挖着挖着，顾老六突然想起放在闺女空间里的媳妇儿和义父。他悄悄看了眼长安，然后又装作若无其事的继续干活。以后再说吧，如果确定了就一直隐居在山里，到时候就找个理由把媳妇儿和义父拿出来，葬到屋后的山坡上去。若是还会搬家，那就到最后定居的地方去安葬。他和媳妇儿的一世情缘，是他因闺女而欠下的因果。这因果已了，从此便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再无交集。砰的一声响，顾老六的锄头碰到了棺木，飘走的思绪被敲了回来。看了眼这平平无奇的棺材，盖子上钉着棺钉，要打开还得撬钉子，他觉得太麻烦了，用锄头敲了敲棺材盖，发出咚咚的空响。闺女儿，不用看了，这棺材里没有东西。那我们挖了这么久，挖了个寂寞。长安想，其他几处会不会也是空的呢？其实真正有宝藏的就只有2处，已经被他们薅走了。整这么多个地方，难道是为了扰乱别人的视线吗？空棺掀开之后，下面是一块石板。郭老六再次把石板掀开，下面是一个方形的坑，里面放着一个大缸。闺女儿，把这缸收进你空间里，然后再拿出来，我就不用费劲的从这里往上搬了。好嘞。长安手一挥，那个大缸就消失在了顾老六眼前。等顾老六从坑里上来，长安把大缸从空间放出来，然后他就发现了一个心塞的事情。他和那个缸差不多高，所以他要看里面装了什么，还得搬个梯子，这就有点过分了啊！他从空间里拿了个凳子出来垫脚。顾老六压下嘴角的笑意，轻咳一声，把大缸上的土封解开。长安扒着缸，脖子伸得老长，整这么大一个缸，东西却只有1/3。就说他们袁家是不是没钱买缸吧，就不能找个小点的能装满的缸吗？这些都是玉器，没有别的东西了。长安把缸里的东西收走，大缸给放回坑里。爹，那个棺材坏了还埋回去吗？哼，放回去啊，反正埋地里谁还能看见是个坏的。小银，过来帮忙填坑。顾老六看银狼在一旁打盹，觉得他太闲了，他看不下去。2人一狼把坑填完，顾老六又铲了点草皮覆盖上去，把坟恢复好，他们就离开了。长安怕与另2个寻宝的人碰头，于是便让银狼去前面打探。第4处宝藏是在一个山洞里，和第1处找到的机关一样，但里面的财宝就没有那么多了，只放了6箱金银首饰，没有别的东西。爹呀，你说这袁氏是怎么想的？怎么就这点东西还放得到处都是？
狡兔三窟。闺女儿，叫你多读书，你却总想着要放牛，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。这算什么狡兔三窟？要真是那样，就不该全画在一张藏宝图上，这不就是一锅端了吗？挺有道理的。他们离开第4个藏宝地，在去第5个藏宝地的途中，银狼探路回来，不让他们往前走。是遇见那2个人啦？是的，不要去了，宝藏被别人挖了。他们找的还挺快的。他们有可能是没按顺序找。那我们还要去别处找吗？去看看呗，反正也没事儿。父女俩转头就下山，银狼又是一溜烟跑了出去。他顺着银狼走过的痕迹走，在山里倒是没有再碰见那2人。银狼应该是跑到第6处藏宝地，回来时有些丧气，应该是第6处也被挖了。没关系，不是还有4个地方吗？他们又绕过了第6处，直奔第7个藏宝点。在山里晃晃荡荡的就是6、7天，啥收获也没有。第7个也被挖了，那2人动作还真是快。直到找到第8个点，这才没有被挖。第8个藏宝点在水底下。闺女儿，你在上面等着，爹下去就行。爹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们找了这么多了，也不差这一处。没事，爹不怕冷。以前在村子里，冬天我还在河里洗冷水澡呢。但是你现在年龄大了呀，不是年轻的小伙子啦。我才30，不是什么糟老头子。你不用担心，我好着呢。话音刚落，他便脱了外袍，一头扎进了水里。底下郭老六像是毫无障碍一样，一直往深处游。在潭底有一个山洞，他走进大门，走过100米长的甬道，入眼的是一座暗沉的墓室，中间有一座石棺。郭老六一脚踢在石棺上，上盖轰隆打开，棺里躺着个只有10岁左右的男孩，他眉目如画，面目红润，死去100年之久还栩栩如生，如同睡着了一样。他的怀里抱着一颗有婴儿拳头大的珠子。郭老六看到那颗珠子，顿时戾气横生，眼里翻滚着浓郁的黑暗之气。他小心翼翼地捧起珠子，微垂着额头，温柔亲昵地与珠子蹭了蹭。珠子在他贴近的时候，突然爆发出一道极其耀眼的光芒，像是个开心的孩子，在他掌心蹦了蹦。乖，对不起啊，是我来迟了。石棺里的男孩在珠子离开后就开始腐化，只是几息时间就化成了白骨。郭老六愤怒地挥出一拳，男孩顷刻间便尸骨无存，连同石棺都化成了一堆粉末。这样似乎还不解气，他划破食指，在虚空中画了2道符，符化作2道流光离开湖底。峡谷地宫里7层塔上的画像和灵牌瞬间自燃成灰烬，就算守着放火盆里烧都没有这么精准，火苗一点都没有波及到别的东西。深山之外别的地方，有不同身份的人在同一时间毫无征兆地喷出一口鲜血。峡谷地宫里藏着的灵牌与袁氏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，外界发生的事儿长安不知道，当然老六是知道会有什么后果的，但又关他什么事儿呢？是袁氏的人先招惹的他，是他们先挖他的心要他的命的，那么他毁他们的轮回路，只不过是了结了这因果而已。袁氏之人死后再无轮回，而已死还没轮回的直接灰飞烟灭。顾老六捧着掌心里的珠子，凑近脸颊又蹭了蹭。先去福地酝养好不好？珠子蹭着他的掌心，不愿意离开。不行哦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说完，食指轻点了一下珠子，宠溺又无奈地把它收进福地的灵池里泡着。安顿好珠子，顾老六在墓室里环顾一圈，找到处暗格，里面放着一匣子珠宝和金银。匣子的最下面是2本书籍，是有关修仙的功法。垃圾。顾老六翻看了2页，就给出了2个字的评价。他打了个响指，2本书籍瞬间自燃，毁得连渣都不剩。
邪修也敢自称仙，怪不得会被天灭。怎么想都气不顺，他手指微动，在山外的某个村庄，袁氏的宗祠无火自燃，祖坟突然爆炸，老祖宗的骨头都被炸出来，暴露在了空气中。心情好多了。顾老六把堵在心口的郁气吐出。本来他是只求财的，但是袁氏给了他一个大惊喜，那就别怪他做的绝了。他换上一副无辜又智障的表情，却得冒烟的恶神退居幕后，双面人格切换自如。闺女儿，我身上全是水，你走远点，别溅你一身。爹，你快去换衣服，别得风寒了啊！顾老六把匣子放在地面。闺女儿，你先自己玩着啊，我去就回。他接过衣服就去了前面的树林子里。长安蹲下身打开匣子，见没什么特别的，也就没兴趣再看了，全收进了空间，与仓库里的财宝作伴。一会儿顾老六就拎着自己湿哒哒的衣服回来。闺女儿，把你平常洗衣服的那个泡泡拿出来，爹把这衣服给洗了。不用你洗，空间里有洗衣机，你把衣服给我扔空间里，我们快点离开，说不定那2个人就快要找过来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为什么衣服一直都是我在洗？顾老六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没想到他小没啃着，反倒让小的给啃了。我没说吗？逃荒之前我不是有帮你洗过衣服啊？你没说，我还以为是你洗的。顾老六很认真地想了一下，确实是没说过。这不是看你每天洗衣服都很积极，我还以为这是你的兴趣爱好呢，也就没有打扰你。你看我像脑子不好的样子吗？谁会把洗衣服当作兴趣爱好的啊？行，我知道了啊，你快点拿来。顾老六傲娇的冷哼一声，把衣服上的水拧干了一点，团吧给了长安。长安接过就扔进空间的洗衣机里，然后爬上了骡子背。走。银狼快一点窜到前面，顾老六殿后。长安看到这队形，想到了去西天取经的唐僧。银狼就像是一直打头阵的猴子，骡子跟白龙马的作用差不多了。他爹是八戒，那他是什么？不可能是沙僧，那就是唐僧了。这一算下来，他们的创业队伍还少了一个人，那就让老六爹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吧。这多少有点不靠谱，还是让狼哥委以重任更有性价比。他们前往第9个藏宝点，这次走的是下山的路。银狼去前方探路回来，就一路上嗷呜的说个不停，反正长安是没听懂。他猜第9个藏宝点的应该也是没了，如果有的话，银狼应该是很 happy 的，不能跟现在似的像个怨妇一样碎碎念。好了，别好了啊，没有就没有，直接去第10个地点。闺女儿，不用去了，那2人应该是从第10个地点开始往里找的。那行吧，这就完啦，要回去吗？先不回去，我们还要再去南海寻找一样东西。找什么东西啊？很重要的东西，闺女儿先别问，到了就知道了。找什么东西啊？很重要的东西，闺女儿先别问，到了就知道了。长安察觉到顾老六情绪似乎有些低落，还有些悲伤，这着实让长安有些反应不过来，但是好办。他拿出一个烤鸡腿，顾老六动了动鼻子，看到长安递过来的烤鸡腿，双眼突然比天上的太阳还亮得刺眼。什么情绪低落，什么伤心事，全都消失无踪，还不如眼前的鸡腿有吸引力呢。闺女儿，我还想吃烤虾仁儿。爹，我们空间里的虾快吃完了，要省着点吃。那我们到南海时多捞一点存起来。长安是对他没抱什么希望的，还不如问渔民买更靠谱。从深山走出来又费了8、9天时间，路过一个小村庄时，长安发现整个村子都愁云惨淡的。父女俩并没有停留，只是从村子里匆匆走过。小村庄被父女俩远远抛之脑后，他
他们迎着夕阳，带着骡子一起迷路。银狼探路回来，发现他的长弓不见了。要不是他本来就是一只土著狼，他都要唱差一步没满就牵着手走散了。嗷呜一声，怒了一下，也就怒了一下。他认命的开始找人，跟着就丢了，还有比这更离谱的吗？下山就……算了，倒是也不止一条路了。这俩货迷路也是正常，毕竟从哪里都能下山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出口。而两人一骡子欢快地与银狼分道扬镳。大山是个特别容易迷失方向的地方，有方向感的人都不一定能全走对，更何况还是两个离家100米就得丢的人。他们在这深山里埋头赶路，但是却与出口越来越远。骡子累得直喘气，也不知道有生之年还能不能走出去了。他就不该跟着他俩，狼哥救他骡一命啊！他们迷迷糊糊地来到一个寨子，父女俩震惊，误闯了别人家的地盘了。他们牵着骡子狗狗碎碎地离开，还没走2步就被人拦住。你们从哪里的？你头上的银饰是真的银子打造的吗？是不是很沉啊？是真的，你喜欢吗？我家里还有，我阿爹给我做了好多，可以送你一副。这下换长安和顾老六无语了。你这么大方，你爹知道吗？他爹应该是知道的。一个中年男人正气势汹汹地往他们这边跑，还没走近就大喊一声：宝妮儿，你又在干什么？阿爹，我没干什么，他们好像是迷路了。他们有这么明显？人家迷路了关你什么事？你拦着他们干什么？我不就是好奇外面是什么样子吗？你就知道他们是从山外来的，说不定也是住在山里的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们与山里人不同，山里人不会迷路。等阿爹忙完，就带着你与你阿娘去山外看看，现在让人家走，不许拦着。这位先生，实在是对不住，小女顽劣，惊扰了先生和姑娘，请海涵。无碍，是在下与小女误入贵宝地，该说声对不住的是在下。先生往东走，3天便可下山。多谢阁下指路。顾老六谢过男人后，脑子里想的却是，你倒是说说哪个方向是东啊？他拉不下面子问，只能在转身后悄悄拿出指南针，鬼鬼祟祟地看方向。他们刚找着东在哪边，银狼就先找到了他们。一看到他们就嗷呜嗷呜碎碎念个不停。长安好像从他的眼里看到了操碎了心的疲惫感。父女俩很有默契的没有打扰他念叨，反正也听不懂，念呗。银狼怕他们又走丢，每次探路都不会走太远了就会回来。这次走得很顺利，3天就真的出了山。山外就是一个小村子，人口不多，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。刚出来就吃到一口热瓜，关于儿女亲家的事儿。男方的母亲觉得自家儿子在镇上做生意赚到了银子，可以配得上镇上的姑娘了，所以这村里定过亲的村姑就得退掉。他头扬得极高，从长安他们身边走过。长安坐在骡子背上，都看到他鼻孔里的毛毛了。顾老六牵着骡子，等妇人走远他才走。他们要找出没人的地方放车厢出来，后面有个人跟着不方便。闺女儿，这妇人的儿子最迟明天就要到大梅。你怎么知道啊？长安觉得他家老六爹泡泡水就能变神奇，想着到南海就按着他在水里泡个几个时辰，说不定能变身。顾老六被闺女那晶亮的眼神看得脊背发凉，又不知道这祖宗在打什么鬼主意呢。看出来的。爹，那你看看我能活多久？比爹活得久。这老六爹真是越来越能忽悠了。长安撇撇嘴不想说话。顾老六微微勾起唇角，悠悠地赶着骡车，抬头看了眼天空。闺女儿，我们去前面镇上住一晚啊，今天夜间有雨。这不是大太阳吗？我懂，看出来的。
这就是他要的活体天气预报，泡个海水愿望就实现了。他们刚进镇上就遇到一匹马横冲直撞地往骡车冲过来。顾老六是会惯着这种行为的人吗？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呀。只见他飞身而起，一脚连人带马一起踹飞出去，砰的一声，人和马一起砸在了路旁捏泥人的小摊上。不好！他连忙走过去，把少年和马又踹回路上，然后赔了点银钱给摊主。顾老六把银钱放在被砸坏的摊位上，就转身离开。少年是独身在闹市纵马的，这会儿摔在地上痛苦哀嚎，也没人上前搭理，主要是没人敢上前。没看到人家一脚就把马给踹飞了吗？他们自认为没有马耐踹，可不敢上前。沈浩抱着腿点点头，他现在痛得说不出话来，他的腿断了，在心里把顾老六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，甚至想着等他好了一定要收拾这人。顾老六带着长安找了间位置稍微偏点的客栈。这是我家的狗，与小女一起长大的，这次出行就一并带了出来。它只是长得健壮了点，性格很温顺，不会咬人。当然是你们别去招惹它。听了顾老六的解释，掌柜虽然还是有些发怵，不过也没有特别害怕。这客人都上门了，万万是没有往外赶的道理的。钱难挣，屎难吃，这就算真是一只狼，他也得把它看成是一条狗，出银子的是大爷。顾老六开了2间上房，点了2碗清水面做样子，吃还得是吃他闺女空间里的。爹，你还有多少私房钱？没了，今天全花完了。他摸摸胸口，里面还藏着2角4银和5个铜板，卖红薯藤和土豆种子的铜板他藏在家里没带出来。你这么紧张干嘛？我又不会没收你的。天地良心，他从来没有克扣过他爹的零花钱。没有，你看错了。想想他闺女空间里的财富，就他这仨瓜俩枣，他应该是看不上的。私房钱的话题就此打住，父女俩一人抱着一个苹果，一起蹲在窗台上，边吃边看远处的街景。顾老六占了大半位置，长安缩在角落里，他推了推他亲爹。爹，你多大块头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是这窗子小。他小心地往旁边挪了挪，尽量多空点位置出来。底下街上的行人听到声音抬头望去，就看到2个像是脑子不太好使的一大一小蹲在窗台上争地盘。行人无语至极，这哪来的奇葩呀？客栈位置偏高，这里的视野极好，能看到前方闹市。爹，这个客栈的位置挺好的，怎么就没生意呢？跟客栈位置无关，与人命数有关。掌柜一生无才，做什么都发不了迹，只能勉强糊个口。爹，你看这把伞好看不？长安指着远处卖油纸伞的摊子，摊贩撑开2把展示，一把绘着水墨山水，一把画着活泼可爱的小兔子。顾老六以为他是看中那把画着的小兔子的。回去我给你做一把。你的丹青画的怎么样？不就是画只兔子吗？抓起来照着画不就好了？客栈离闹市不远，长安来到卖伞的摊子前，这里已经有来了3个姑娘在买伞，个个含羞带怯的。长安一时没看明白，不就是买把伞吗？又不是买的屁火图。直到卖伞的摊贩转过身，长安才知道他们在害羞个什么劲儿。少年一身粗布麻衣，长相精致俊美，温润如玉，那双黑曜石一样的眼眸，宛若繁华薄彻的午夜星空般优雅温顺，似乎只要看一眼就能深陷其中。长安转身仰头看了眼他家老六爹，还是亲爹更好看一点，最好看的是他爹不接受反驳。顾老六自然也发现了这边的情况，他微垂着眼眸与自家傻闺女对视一眼。很好，大眼睛里装的都是爹，没有被别的狗勾搭走。闺女还小，可不能被那些情情爱爱给洗了脑，不然她非得呕死不可。
他上前拿下那把小兔子油纸伞，上面还缀着细碎的流苏。他就说这伞做成这个样子哪里实用了。下雨天一淋雨，这些流苏就会打湿，动作大一点就会甩一身水。不过闺女喜欢，买回去看也行。爹，不是这把，是旁边的那把。他矮够不着，扯着老六爹的衣袖踮起脚尖，努力指着旁边的水墨山水画。他就说嘛，他闺女怎么可能会喜欢这种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呢？他抬手拿下旁边的雨伞，仔细检查了一番，没发现问题，然后又看了眼伞上的画，倒是画得不错，怪不得闺女能看上。这雨伞多少银钱？少年惊讶地看了眼顾老六，没想到今天能把这把伞卖出去，他都挂了1个多月了，还无人问津呢。先生若是喜欢，送您便是。这把伞本来也没打算卖银钱，伞上的画是他自己画上去的，希望能遇见一个懂欣赏的人。顾老六没有与他拉扯，从怀里摸出他唯2的2角碎银放在摊子上，拿着伞牵起闺女就离开。他怕待久了，他闺女也会像那3个姑娘一样，眼睛都快粘到那少年身上了，那做作的样子实在是没眼看。想象了一下闺女也做出这样的神态，吓得他一激灵，脚步加快离开了。少年拿起银子想要还回去，只是人已走远。爹，你不是没私房钱吗？你怎么还有银钱买伞？哎呀，我坏了，忘记了。顾老六默默伸手在怀里掏了掏，拿出5个铜板。哎呦，这回真的是没了呀，就剩这些。长安点点头，回到客栈后，从空间里拿出1个银锭子给他。自己敲碎了哟。的山多，银狼在离开小镇之后就放了出来当探路狗使。南海在岭南方向，从凉州郡过去有3000多里路，看来今年他们是不用回去种地了，赶不上趟了。没错，在山里就已经过完了年，长安13岁了。但他悲催地发现，他就只长了1厘米。10岁以前还是挺正常的，怎么10岁之后就像是喝了抑制生长的药物一样呢？大长腿还能不能有了？他坐在车辕上看了眼他爹的大长腿，觉得应该还是有希望的。但他忘了有个词儿叫隔代遗传，就算成年也没有大长腿。这次去往岭南，老六爹好像很着急的样子，没有了之前来凉州郡时的闲适，而且变得心事沉沉的。爹，你要是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说，说不定我能帮你解决呢。爹能有什么事啊？就是觉得路途遥远，我们走快点，办完事儿也能早点回去。闺女儿，你一定要记着啊，爹是对你最好的人，可千万别听信别人的谗言，尤其是那种长得好看的男孩子啊，当然长得不好看的也不能相信。爹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不嫌弃我会成为一个老姑娘嫁不出去，我能耗到你嗝屁。嫌弃倒不会，就是你能不能别总盼着我嘎，就不能盼我点好？论有个无时无刻都在盼着你归西的闺女怎么办？她也好心累的好吧？我盼着你长命百岁呢。他们为了赶路没有再走小道，一直都是走的官道。走官道又有银狼在，没那么容易迷路，当然还有指南针的加持。要不是长安突然提醒老六爹拿指南针出来看一下，然后又问了过路的人，他们就要一不小心跑到滇去了，那他们就真要颠了。谁家好人家的路会越走越长的呀？这次长安和顾老六找了间大客栈，银狼没有带进城，让他自己找地方休息去了。明天上午在城门外10里地等他们就行。晚饭是下楼到大堂来吃的，主要是想听听时事。他们虽然不太关心这天下谁做主，但出门在外还是要了解最基本的信息的。听说五皇子欠神医一个人情，那得是要多大的人情，才要用自己的一辈子的婚姻大事来还呀？救命之恩呗。哎，不，据说五皇子的救命恩人另有其人呢。不是救命之恩，那还能是什么？戏文里不是有说救命之恩
当以身相许吗？你就是戏文看多了，人家救你性命，你却要人家以身相许，这哪是报恩啊？恩将仇报还差不多。要是恩人要你以身相许呢？那也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意呀。若我有心仪的姑娘，是万万不能答应这样的事儿的，大不了把命还回去了。情爱比命重要吗？不是情爱比命重要，而是承诺。人若无信，何以立足？许诺了人家姑娘，你却为了所谓的救命之恩弃之不顾，这还是人吗？救你之人如果在明知你有心爱之人，他还要求你娶她，相信我，那绝不是个好姑娘。还是先说说五皇子吧。听说五皇子拒绝了，理由是天下未定，何以为家？神医肯定不高兴啊。不高兴是一定的，不过他也没办法。后来又听说五皇子许诺给权势和财富，但是绝不可能娶神医的小徒弟。拒绝也无可厚非啊。五皇子是要成为天下之主的，一国之母应该是朝中权贵或是世家贵女，怎么能娶一介江湖女子为妻呀？可是人家不这么认为啊，觉得自己医术享誉天下，比之朝中权贵也不遑多让，他的徒弟有资格入主中宫。江湖中人哪懂朝中的弯弯绕绕啊，世家大族又岂是一介江湖大夫可以比拟的啊？虽说他医术确实好的没话说，但是权贵可不缺良医呀，除非他真有医生死肉白骨的本事，不过是自视甚高罢了。议论归议论，也就过过嘴瘾罢了。说完又是好哥俩的猜拳喝酒，没把刚才说过的话当回事儿。长安和老六爹听了一耳朵，心中毫无波澜，凡尘俗事与他们无关。看来大家都更看好五皇子嘛。父女俩吃完饭便上了楼，直到第二天退客房时才下来。他们觉得也听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，还不如早些离开。都是些小道八卦，全是在讲神医逼五皇子娶小徒弟的事儿。离谱的是，竟然出了话本子，还挺畅销的。临出门时，要不是老六爹眼疾手快，长安差点被一个莽撞的人撞飞在地。长安抬眼望去，这人看上去有些眼熟，但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那人看到他们时怔愣在原地，像是反应不过来一样。顾老六倒是眼眸微眯，手指微动，在他们转身离开时，他便摔了个五体投地。他们没有回头看，因为小二已经把骡车给他们牵到了客栈门口。路上，长安问顾老六：“爹，刚才那个人看着怎么有点眼熟啊？”世上大多数人长得都有些相似，看着眼熟也不稀奇。他生气是因为这人撞到了他闺女儿，这才报复回去的，并不是因为认识他是谁。是谁又关他什么事儿呢？没记住，说明就是个无关紧要的人。他们走后，那人从地上爬起来，看着远去的骡车，陷入沉思。他是张全的儿子，当初于三逃荒队伍里的一员，后来又跟着顾老六父女俩走了一路。当初的男孩长成了小少年，那时他们一意孤行要离开，那时灾难还没结束，他们就冒着风险去了深山，母亲也因此留在了大山里。现在只剩他一个人在世上讨生活。他想到了母亲临死前说的话：“静儿，人要记恩，六爷救了我们，可我们却自己放弃了，是我们福薄，不值得他救。但是你一定不能忘记，他曾救过我们，是大恩，你不能学那些人啊，不能。”张静立即跑出门口，追着骡车跑了几步，没追上，只能看着骡车没入人流，消失在街角。他站在原地，轻声说了一句：“六爷，长安小姐，对不起，还有，谢谢你们。”许久之后，他才回客栈。银郎在城外10里地的林子里等了好久，也没看见俩长工。正要失去耐心时，骡车摇摇晃晃地出现在眼前。他嗷呜一声走在前面，像是在说：“快走，等你们好久了。”一路上他们平平稳稳，只是在快要离开西南境地时，碰见了好些跑西南地界来躲灾的人。长安觉得他们是白跑了，不用多久，他们肯定又得往回跑。
等五皇子收拾完陈素，那不得来收拾这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吗？除非齐王直接投诚，不然还得打得起飞。让长安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齐王在五皇子打过来的时候，他还真就投诚了，直接撂挑子躺平不干了。为此他还保全了自己齐王的封地，封地依旧是西南，不过兵权被没收，做他真正的富贵闲人。路上他们遇到了熊孩子和熊家长，熊孩子往他们的骡车上扔泥团，还砸到了他老六爹。熊家长笑呵呵地对顾老六说道：大兄弟莫怪，小孩子不懂事儿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长安从空间里拿出一颗小石头，哪儿来的？特意存起来打架用的。他掀起车帘，一石头打在熊孩子额头，立马起了个红肿的大包。在熊家长发怒前，顾老六连忙说道：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同样的话还给熊家长，一时把他给噎住。走过去一段路后，长安掀起车帘：爹，再遇到这种事情，你就把泥团砸回他嘴里。爹不是在想弄个大的泥团，一下子就能把他给砸开花吗？没想到你先出手了，那就算喽。唉，是我太年轻了，失敬。银狼去哪啦？他不在车里吗？父女俩一个以为在外面，一个以为在车里，然后又一起把狼哥丢了。此时的银狼在哪儿呢？他刚从山上下来，嘴里还咬着根挂着野果的树枝，看到原本停着骡车的地方已经空荡荡的，长弓又丢了。他气愤地扔下野果：给你们找个果子吃，你们倒好，撒手就没了，吃屁去吧。想着就要抬爪踩了野果，然后又想想辛苦摘回来的，毁了可惜，然后又默默地摇起树枝，顺着车轱辘的痕迹追赶。越追越觉得不对劲，这俩憨批玩意儿在往东走，这下是真的连野果也不要了，咬着可不好赶路。银狼撒丫子嗷嗷地追呀，他速度极快，路上行人只看见尘烟滚滚，一阵光影闪过，啥也没看清就没了。还好他跑得快，父女俩还没走太远，没一会儿就追上了。他追上骡子，差点没刹住车，好在肚皮当急刹，效果挺好的。气都没喘顺，就嗷呜嗷呜的把两人给骂了一顿，然后用爪子拍了一下骡子。掉头杀去。顾老六尴尬的摸摸鼻子，调转头往回走。银狼骂骂咧咧的走在前面，时不时的回头看一眼。顾老六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一句话：蠢货，连个路都不认识。这还是当没看到吧，认识路的狼哥他得罪不起。长安坐在车厢里，决定暂时还是不冒头的好，老六爹一个人挨狼哥的骂就行，就不必再搭上他了。他们往回走，并没有走回原点，而是在一条岔路口下了小路。顾老六默默跟着，咱也不敢说，咱也不敢问呢，就怕狼哥撂挑子不干了。他们从小路一直蜿蜒而下，路过一个村庄。这时将要天黑，不过他们没有进村打扰，而是继续往前走。不是他们不想停，是狼哥他没停，能怎么办呀？跟着呗。天完全黑下来，天上星光点点，晚上的月亮也很圆很亮。他们借着月光一路前行，不知道走了多久，狼哥他终于停下来。这是一个杂草丛生，屋顶茅草都掉了一半的破屋子。顾老六知道银狼的意思，他们今晚就在这儿宿一晚。闺女儿，你在骡上别下来，这地儿草太高不好走，我牵着骡子进去。好的，爹，你也要小心哦，现在天气渐暖，蛇也出来活动啦。长安掀开车帘，看了看月光下的院子，这里是个拍恐怖片的最佳场地。越过草丛，前面就是正屋。长安从骡车上下来，顾老六取下车厢，让骡子自由活动。破败的大门从外面推开时，发出刺耳的吱呀声，在这寂静的夜里格外诡异。
屋子只有一半屋顶，月光从屋顶洒落，朦胧的亮光中，长安看到了堂前正中位置上摆放着的2个牌位，这是无人供奉和屋子一起荒废在了这儿。长安从空间里拿出以前供奉过财神的香烛，先点燃了蜡烛。可是这香是死活点不上，不会是过期了吧？香也有保质期的吗？好像之前在庙里也是没点着，看来那个庙里的小和尚应该是被商家给骗了，买到了过期香。这过期的香佛歇了不会迷糊吗？可别中毒了才好。他把香放回空间，既然过期了也没道理硬要燃给人家，不带这么坑人的。再次从空间里拿出一小包烤牛肉干，这是老六爹的零食，就匀一点给这2位吧。今天晚上要借人家的房子住，付点报酬这是应该的。闺女儿，你可以不给牛肉干，给2个橘子就好了。那橘子可酸了，他不爱吃，给这2位吃正好。长安没搭理他，继续把牛肉干摆上。他老六爹说的橘子其实是柠檬，长安犯抽，想到了以前视频上看到的小孩吃柠檬，他想看看他爹是个什么表情，然后就把以前买来做酸辣鸡爪的柠檬拿来给他吃。柠檬外表看上去挺漂亮的，他爹就觉得应该很好吃。他给他切了一小片，他却要一大片，结果一口把自己给干翻了，酸得他五官乱飞。摆放好牛肉，长安从空间里拿出木柴，郭老六连忙蹲下架柴点火。晚饭没有在空间做，他拿出一个小铝锅架在火堆上，往里面倒上水，放了一块火锅料。炒料什么的他觉得也可以省了这步，天天做饭他还是想偷个懒的。拿出肉和菜，父女俩就这样吃起了简易火锅。光吃菜老六爹肯定是吃不饱的，空间里还蒸着2屉饺子，他们吃到一半时饺子也蒸熟了。郭老六熟练的给闺女用小碗装了10个，剩余的全被他给炫了。长安用的是大蒸屉，一屉能装30个。长安再次目瞪口呆的看着老六炫完50个饺子，还有那些剩下的菜，除了火锅汤底，一根菜叶子都没剩。虽然他知道老六爹能吃，但他每次都能刷新记录。长安默默地盘点了一下空间里的吃食，然后把冰箱清空，让他能够重置。看他吃得这么香，长安想着这火锅汤底还可以2次使用，于是就把汤底收进了空间里。长安实在好奇他爹是个什么神奇宝贝，想着这么久了，大爷应该回来了吧。大爷，你去哪儿了呀？是追你跟那人跑了的女朋友了吗？看来是还没回来，不然他这么一说，他早跳出来了。看他老六爹这样子，跟一只吃饱喝足的胖橘一样，眼里还总是透着清澈的愚蠢，怎么也跟厉害人物联系不到一块儿。估计也没什么厉害的，可能就是个神2代或者3代，全靠上头有人庇护。历劫应该是结了什么因果，这才下界了结因果。闺女儿，你别总是这样看着我，瘆得慌。哼哼2声，长安没有闭眼睡觉。就在他要睡着时，供桌上的2个牌位突然往前倒下，把长安吓了一激灵。那种刚要入睡时没有防备的感觉，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很容易吓到人的。郭老六轻轻拍拍他的背，柔声说道：睡吧，没事，应该是没放稳。等长安睡着，他走过去帮忙把牌位扶起来，顺便还帮2老擦了一下灰尘，然后便若无其事地回到火堆旁。一晚上2个牌位没再动过。早上他们才刚起身，一个脏兮兮、衣衫褴褛、面容被乱糟糟的头发遮掩的乞丐从外面冲进来。他像是没看到2人一样，破碗上放着一块饼子，他把破碗上的饼子放到供桌上，看到上面放着牛肉干，还有干净的灵牌和已经燃烧完的蜡烛，他身形微顿，低垂着头，微微转身，用眼角余光看了眼父女俩。
而后向他们跪下磕了3个头，又转身向灵牌磕了3个头，便起身端着破碗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从始至终，他们都没看清男人的长相，不过他留下的那股酸爽的臭味倒是直击灵魂。父女俩和银狼憋着气快步往外跑，跑出来后没有议论人家，套好骡车就继续赶路。没什么好议论的，这是人家的生活，他们不了解实情，就没有评判的资格。银狼没敢随意离开，这俩撒手没的实在是闹心得很。2天后，他们又拐回了关岛，路稍微好走了点，银狼频频引人侧目，有好奇也有害怕。他们无视所有人的目光，从他们身边悠然而过。这地方的方言他们听不懂，所以没打算进城。他们要去的是能出海的城镇，能绕过去的都绕过去。长安不知道老六爹在找什么，但是越接近南海，他感觉到他越是急切。就像现在，他们刚吃完午饭，还没来得及休息，就匆匆赶路。爹，我们这样赶路有半个月了吧？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好好休息一下。闺女儿，我没事啊，你别担心，再坚持一下，应该很快就要到了。长安没有追问下去，他们这样不分昼夜的赶路，终于在半个月后赶到了南海边。附近没有小渔村，也没有船只，他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完全是个野生海岸。顾老六倒是没有在意，他本来就是要去深海，有没有船都一样。他是不放心把长安留在这海岸上，现在没有船只，也没办法一起出海。闺女儿，你和银狼还有骡子一起在这里等爹。长安看了眼大海，无奈点头。他和鱼同属性记忆，但他不是鱼，没船也只能老实待在岸上。爹，你要这样游出去，你行吗？看到闺女这怀疑的眼神，顾老六转身就往海里走去，一下没入深海。长安还是很担心的，老六爹要找的东西应该是在深海，谁也不可能把宝贝放在浅海去，不是？那他得游多久才能到深海啊？要是半路遇到鲨鱼，这不是纯纯送外卖吗？大爷，快出来呀！老六爹他作死去了！完了，大爷跟他完全断了联系。长安在岸上急得直跺脚，往前走了几步，想着要不也去看看。银狼立即咬住他的衣裙，嗷呜嗷呜地说：“别去捣乱。”他就算一头扎进海里，也可能没什么用。不知道老六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长安选了处高地扎帐篷等他。而一头扎进海里的顾老六像是一只入了海的鱼，完全无阻碍地往深海游。他想的也是要快点拿到东西回岸上。长安一个人在上面，他始终是不放心的。越往深游，越多鱼儿往他身上粘。一条小丑鱼还游过去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什么意思呢？他这是被一条鱼给非礼了？动作不停地继续游，像是不知疲倦一样。游过海底峡谷，游过海草，似乎还没有到他要去的地方。继续往深海底下潜去。岸上，长安一个人费劲搭建好帐篷，外观不太好看，但胜在结实。手里端着果茶，坐在帐篷门口的竹椅上，眺望海平面。银狼蹲坐在他身边，无聊的左瞧瞧右看看。天空突然噼里啪啦的闪了几道闪电，雷也跟着轰隆隆的响起来。长安想着应该是要下雨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老六爹。雨应该下不到深海里去吧？雨珠像豆子一样落入海里，砸起点点水花。雨越下越急，整个海平面都暗沉沉的，看得长安心慌。深夜，顾老六才抵达深海底。当然他是不知道时辰的，这里怪石嶙峋，走过石堆是个黑洞，他毫不犹豫地走进去。顾老六感觉身体不断下坠，他任由自己在下坠。经过漫长的黑暗后，他来到一个看着像祭祀场所一样的地方。
一条银色幼龙被铁链绑在祭台上，幼龙已经没有了声息。顾老六目眦欲裂，瞬间满头青丝成白发。他跑向祭台，可是却被一道透明的屏障挡住。只见他举剑挥出2剑，那道屏障像玻璃一样碎成了渣渣掉落，然后消失不见。走上祭台，又是几剑挥出，剑影闪过，捆在幼龙身上的铁链寸寸断裂。他走过去，温柔地抚摸幼龙的头，声音有些哽咽地说道：都是爹不好，来晚了，爹这就带你回家。他抱着幼龙的头蹭了蹭，然后便一挥手，幼龙消失在原地。祭台中间的图案在幼龙消失后咔嚓咔嚓地转动起来，一道红光直冲天际。在岸上，长安远远地看到那道光，想着他爹就是牛啊，到哪儿都能搞出大动静来，一路火花带闪电的。大爷不让他们插手世间事，可能是怕被他们给玩崩吧。红光刚冲入天际，就被一道雷电击落回海里。没一会儿，他就又冲了上来，雷电就追着他劈。最终他不敌雷电，掉落回海里。顾老六才不管这红光是什么鬼，他现在要去找把他闺女献祭的罪魁祸首。以为藏在深海他就拿他没办法吗？哼，天真。他闺女刚从蛋里蹦出来没多久就被人给偷走了，若不是找到了龙珠，他是怎么也想不到他闺女的真身会在这里。这些蛟龙可真是好样的呀！顾老六划破食指，以血为引，画了道符，符咒没入眉心，随即他的眉心浮现出一朵冰蓝的火焰图案，一声龙吟从深海传出，直冲天际。那天子季出现时的情景再现，天幕开裂，海水倒灌，比之子季那次更加恐怖。不仅仅是海上出现异象，就连陆地也开始地动山摇，长安的帐篷都倒了。好家伙，他爹这是开大了！银狼和骡子趴在地上瑟瑟发抖，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。长安跌坐在地上，迎着雨幕抬头望向天空，整个天幕一寸寸的皲裂，像蜘蛛网一样蔓延开来。长安大惊，完蛋，要废！他顾不得那么多，在地面激烈的摇晃中跌跌撞撞地奔向大海，拼尽全力大喊：爹！爹！声音都喊劈叉了，想着这样应该也听不见，他一头猛扎进海里，往深处游去。海里海水翻腾，长安凡人之躯哪能与之抗衡，没一会儿就失去了力气。好了，不是重开就是大结局，长安彻底摆烂，懒得挣扎，爱咋地咋地吧，然后便彻底的失去了意识。也是在这时，天地恢复平静，时间像是定格了一般，好一会儿才恢复。刚经历了一场短暂劫难的人们一时有些迷茫，他们环顾四周，他们不是在地里干活吗？这是跑哪儿来了？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，都是一脸蒙圈的往回走。顾老六知道自己闯了祸，贡献出了自己大半功德恢复世界，这下更缺德了。至于天道，他放出来的那个就够他喝一壶的了。对，他就是迁怒所有人，包括他亲爹也是如此，哪怕知道这是闺女的劫，别人不能插手，他还是生气，恨不能毁了这方天地。长安再次醒来时，已经是在缓缓前行的骡车上。闺女儿，你醒了，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顾老六停下骡车，龇牙傻笑，关切地问长安，一点都没有当时开大时的疯批样子。没有啊，爹，我睡了多久了？长安坐起身，晃晃自己有些迷糊的脑子。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到南海？顾老六给他拿水的手微顿，然后又若无其事地说道：我们已经去过南海了，也办完事了。你淋雨染了风寒，都睡了2天了呢。是吗？长安总感觉不是这样的，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他也说不上来。
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老六爹。爹还是那个爹，没什么变化，但就是觉得有些违和。这浑身冒着傻气的样子，看得他眼疼。爹，你是不是打我脑袋瓜子了？不然说不通他怎么突然就断片了这事儿。我打我自己都不可能打你，本来就不够聪明，要是再打傻了可怎么活？顾老六插科打诨，企图蒙混过关。长安想想也是，可能是他得了风寒，脑子烧出了幻觉，要不然怎么可能会看见他爹变成了一条搅乱风云的龙呢？他爹这样的，就算变身也可能是变成饕餮。见长安没再追问，这是自己把自己说服了。顾老六暗暗松了口气，闺女断片这事儿是他的失误，并不是有意的。许久未使用术法，好像有点业务不太熟练，不过没事儿，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可喜可贺的是，他记起他要啃的那个老是谁了。坏的是，他功德值倒退了，就算历劫完成，他也长不了修为。不过也没事儿，他上有老下有小，不差那点修为。长安不知道他老六爹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，还在想着这次他们回去的路可真够远的，一南一北，他们绕了一大圈。路过岭南的一处山脉时，顾老六停下了骡车，跟着车里的长安说了声：闺女儿，你先在车里等一下，爹去就回。哦，好。顾老六走进森林里，凭空扔出一个布袋，解开袋子口，从里面倒出了7、8条小蛇，放生了。这8条小蛇就是深海里的蛟龙，被顾老六挖了内丹，抽了灵根，用术法把它们幻化成了蛇，而且还是无法修炼、没有毒牙的蛇。它们在这满是毒物的深山里，基本上是要成为别的毒物的盘中餐的。顾老六还给他们下了咒，死后再入轮回就是蛆，以后生生世世都是蛆，所以得好好保护自己这辈子哟，不然堂堂蛟龙就要去拱屎了呢。放生完没有停留，他就大步离开。他刚走没多远，就有一只老鹰俯冲而下，一下抓走了2条，吓得他们急忙往草丛里躲。被抓走的他们也无能为力，还是自求多福吧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当初偷走的那条小幼龙会是太古苍龙的血脉呀，出生即是神。可那时小幼龙蠢蠢的，他们根本没往神龙的方向想，他们只知道真龙血脉能镇压住深海邪祟。若是小幼龙告诉他们他爹是谁，给他们1万个胆子也不敢动他。这可真是误会大了。那时小幼龙刚从蛋里蹦跶出来，稀里糊涂的就被抓了。主要是他那不靠谱的爹带他这颗蛋出来玩，然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把他落在了山洞里，这不就给了那些蛟龙机会吗？那些蛟龙也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啊，把他抓回去就去了祭坛，挖了他的龙珠，然后就是放他的血。小幼龙刚出生还没反应过来就嘎了，还有比这更悲催的事儿吗？深海里发生的事儿长安是不知道的，就那天岸上发生的事儿他都断片了。顾老六封印了自己的神力，他们可能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待上一段时间，他没感觉到离开的契机。最好是作为普通人留在这里，打怪升级的事儿已经干完了，别说没升级，还倒赔功德。